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来到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在这里，我们要先欢迎一下我们这一集的新音乐合伙人，欢迎孟佳。各位老师们好。欢迎告五人。欢迎云安、犬青、哲倩，欢迎3位。 欢迎孙耀威 ，Hello， 各位好。欢迎金志文，兄弟姐妹们，我又回来了。金文琴 ，Hello， 江浩南。 好嘞，各位，因为这里咱们有新朋友哈，我先说一下咱们第3赛段先声夺人的一个规则。我们已经呢邀请今天到场的200位观众，提前试听了你们的彩排的音频，并且根据他们收听的感受以后，他们进行了一个点赞，点赞数最高的排名前2位将会成为我们本期的最期待值的前2名。现在结果已经在我的手里面，大家觉得哈可能是谁？ 我觉得是志文哥，因为志文哥的嗓音已经被我们华语乐坛印证过了，他的辨识度极高。感恩的心，对，海阔天空肯定是不可能，绝对有。我觉得可能是黄子或者是王源的，但他们那个歌大家更熟悉，所以我就会觉得会是他们。那孟佳猜一个，我猜是东阳光先虫草。好的，谢谢感恩啊。哇，天哪，你商务这么接呢？以下我公布的2首歌排名不分先后，200位观众点赞数前2位分别是歌曲《岁月神偷》，不用跑了，王源、金文琴。不用跑了，咱坐着就行了，很开心。我也觉得不能辜负了观众的期待呀。我们歌手能做好，就把自己的东西唱好。念着往昔，偷走了心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趣。不用跑了，咱坐着就行了。还有一首排名不分先后啊，《海阔天空》，王铮亮、孙耀威。我真的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投票结果，所以我觉得很感谢大家。好像有一个不错的开始。你们不用去那儿了，给我们让个位置，我们去。让个位置，咱俩换一下。好了，你们坐好了。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吧。你们坐好。过来，来，咱们换一下。不是我就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哎，还没到呢。由观众选出本场期待值的前2名，分别形成 A、B 2个竞演单元。其余合伙人组合将依次进入抉择屋，秘密选择加入其中一个竞演单元。每个竞演单元只能产生1首待定金曲，每一组在抉择屋可以选择试听其中1首歌曲。我们听《岁月神偷》。好，我们听一下《岁月神偷》吧。那听神偷吧，听神偷。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我觉得从音乐的风格上来讲，是和《岁月神偷》，因为《海阔天空》这首歌曲非常经典。2首作品从竞演的角度来说，肯定我们不会选《海阔天空》嘛，因为就是至少我们这首歌其实很难去跟这首歌去做 PK。快准1、2、3，走！石头剪刀布，海阔天空。为流离伤，虽然都可以。
这首歌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跨时代的金曲，正面刚的话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咱就躲。王源跟金玟岐老师的《岁月神偷》。不听了，这歌太熟了。岁月神偷，好，随着我们竞演分组的揭晓版出现在各位面前，我们也应该知道了200位观众他投票排名第1和第2的顺序哈。第1位呢，我们就要再次恭喜一下了，岁月神偷王源和金玟岐。好，哎。第2位就是咱们的海阔天空王铮亮和孙耀威。好，接下来我们分别看一下哈，我们先来看看岁月神偷，3、2、1，4组，4组。4首歌都选你了，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谁跟我 PK 其实都无所谓，因为我觉得要做的也只是把那首歌唱好嘛。现在来介绍海阔天空，王铮亮、孙耀威。还是有一个灯，感谢感谢。根据你们的投票的顺序，以及现在目前 A 组和 B 组的一个分组的情况，第1组出场的是王源、金玟岐《岁月神偷》，第2组王鹤野、告五人《爱》，第3组张靓颖、孟佳没关系，第4组张碧晨、黄子弘凡《天另一侧》，第5组姚小棠、姜浩南《仙》，而我们 B 组的也就是第6组，王铮亮、孙耀威《海阔天空》。最后一组，陈斌、金志文《尖少爷》。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有请期待值最高的2组音乐合伙人呢，来到我们的身边，来领取你们的东阳光鲜虫草礼盒，并且打开它，代表你们接受我们的挑战，期待你们的切磋。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我是主持人陈欢，向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大家好，欢迎王源、金玟岐，加油！您之前也唱过天赐吧，对吧？没有，我第一次，前辈带我。Hello， 我是唱作人金玟岐。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好久没跟你说话。天赐很早的时候有问过我，然后我当时看了节目，然后就被乐评人吓到了。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面对那种可能是有一点冲突的情况。这次我跟王源合作的歌曲是《岁月神偷》。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雨有水。我不知道姐姐你是不是一样？其实你这首歌刚出的时候，包括到现在，其实唱可能心境也会改变。对，会的会的。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是因为《北京爱情故事》的电影点映，我就跟我的闺蜜去看了。导演最后就是用了一个一镜到底，把几个年龄段的人的爱情剪在了一起，然后就发现哦，原来他其实是讲的2个人的中间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但最后还能选择是人在一起的。我写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我是蛮执着于所谓一生一世的这种情感的价值观，但是好像这么多年过去之后，那个执着它就渐渐不见了。因为你会发现，人生就是人来来回回从你的生命里出现，又从你的生命里离开，然后现在就会有一种还蛮释然的感觉。我觉得时间从我身上偷走的最珍贵的是童真吧，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想快点长大，但我相信每一个大人都会说好想回到小时候，而且好多人都还说我还是个孩子，我还是个宝宝，都这么说。以前我们有一个糖就会开心很久，现在可能买一包糖都不一定会开心得起来，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俩的声线其实蛮不同的，他是很少年感的声线，我又偏成熟，我就很期待能碰撞出一些新鲜的东西。
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心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刚刚其实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眼神啊，就最后两位在合音的时候，文琪偷偷的看了一眼王源，因为我很少上综艺，然后就非常紧张，但是他就一直想办法让我不紧张。刚刚在那个准备的时候，他已经在另外一边了，他就用气声说加油。原来爱人之间加油是加油。其实文琪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音乐人，大家可能了解他可能只有岁月神偷，但他给很多优秀的歌手跟音乐人都有创作过歌曲，包括像张杰、陈楚生啊，还有汪苏泷等等，都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他，然后给多点掌声给他，好不好？谢谢。文琪是第一次来天赐的舞台，对，是。对于这么内敛的但又优秀的音乐人，应该给予他更多唱歌的舞台。文琪可以给我们清唱一段吗？我唱一点点，珊珊。
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酒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王源，你第一次听《岁月神偷》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呀？应该是在16、17岁吧。对，其实跟这首歌很有缘分，然后跟金玟岐姐姐也很有缘分。我这首歌我记得是在我大概17岁的时候在舞台上唱过。世界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结果到今天又过了7年，然后能跟金玟岐姐姐原唱在台上再唱一遍，我觉得真的挺触动。岁月到底偷走了你什么最为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玟岐。因为人会慢慢的变得理性，他可能把我的感性的一部分也偷走了，但是大家还是选择只看到那个好的部分。你刚才在问玟岐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有点触动的，是偷走了我奶奶的黑头发。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看别的老爷爷老奶奶怎么头发都白，我奶奶她怎么就这么健硕，头发全是黑的。然后有一天我回家之后，我就看她头发全白了。因为我当时过了好久回家，然后后来我爷爷跟我说，他说你奶奶是回知道你要回家了，把头发给染了。天哪！比如说一丝一丝慢慢白，我觉得就是可以接受它的变化。但是当你很久没有看到亲人，他唰一下子全部头发变白的时候，其实还是很触动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珍惜身边的长辈，多跟他们陪伴。我觉得时间偷走了我的钝感力。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越来越敏感了，然后也越来越感性了。就别人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微小而且很不经意的那些表情，我就会反思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怎么样。而且我就觉得这首歌很不一样的是，金老师就是唱了整一段，然后没有加入任何的和声，我觉得这个是很新的一个编排。然后我觉得王源越来越稳了，就是他每次主歌唱得越来越放松，然后越来越有语气感，然后越来越讲故事。对，我就很喜欢这个舞台。我知道你也很喜欢《岁月神偷》这首歌。对。能给我们现场清唱一小段吗？是。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是这么唱，谢谢。我们在讲这个歌的舞美，最后后面是个大表，然后他们最后那有2个激光在那儿，真真实真在转。觉得这个灯光很有巧思。对，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很成立。金老师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 live， 我觉得真的像 CD 一样啊。谢谢。有一些句子的语气，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仔细的去琢磨的，很有他个人的味道。真的向你学习，老师，谢谢。其实王源也是一个小偷，这么多年一直偷大家的心。你被我传染了，我们开始玩尬的了。我也学到你的精髓了，对吧？对。其实《岁月神偷》这首歌，我在网上刷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段子和梗啊。《岁月神偷》也被称为王源进行曲。对，我也看到。你也看到了是吧？我太尴尬了。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对，所以王源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还原一下《王源进行曲》那一段舞步？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好了，献丑了。那其实是我在有一年演唱会的返场歌曲，然后当时我走得可狂了，然后就配上了一首这样的合适的歌，我觉得挺好的。
再次把掌声送给王源，送给金玟岐，感谢二位的精彩演绎，谢谢，请落座。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竞演组合，欢迎王鹤野、告五人，加油！一首好歌，一口美味，老板研系厨房，享受松弛一刻，慢下来，遇见新灵感。来聊一聊这一次的创作吧。那这次因为唱的是《爱》这首歌嘛，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那在这个歌曲上会不会有一些改编呢？我们这一次跟鹤野合作很开心，而且鹤野，我觉得他对这首歌很了解，他有很多的想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跟我们分享。对，然后很期待他编出来的样子。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这首歌它属于关爱残疾人，我已经想唱这首歌很久了，特别想改变一下这首歌，把它变成现在市场上需要的样子。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做的。对于这样国民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作品来讲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害怕他们会有太大的改变，会破坏很多人对于这首歌的这种心理的既定印象。这首歌我是想把它改成一个就是有点流行又有点摇滚的元素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氛围让大家开心一下。其实这次我希望云安哥就不以一个吉他手的身份出现，好啊，以一个 vocal 的身份出现，因为我发现你真的很能唱。谢谢谢谢。我们可以来间奏，来一些他们的小虎队的招牌动作。那我这样，那就是1、2、3、4。在天赐的舞台上选的这些歌，希望能够在当下唱成自己的感觉。这是我们想要努力跟想尝试的地方。对。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往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
日鲜虫草，吃出年轻态，我们一起加油吧！我已经想唱这首歌很久了，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搭档了一个这么优秀的乐队，然后去唱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哥哥姐姐还是挺让着我的，因为他们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配合的状态。其实中间也有很多告五人乐队的特色，包括中间的吉他 solo 其实是云安哥自己写的，对，包括鼓的一些打法，其实是哲谦哥也是参与了很多，所以说很感谢他们。怎么讲呢？我们都叫他王制作。没有，我是干活的，真的，因为他到凌晨。都还会传最新编好的音档给我们。哎呦，贺野这一次的那个编曲哦，为我们告五人很着想，因为也变得很乐团啊，也变得很就是整个很摇滚，我们听了就很有感觉。其实他传来第一个档案的音档的时候，我就连夜把谱先写出来，然后后面其实我们瞧了很多次那种某一个段落要改什么，然后其实我都觉得越改越觉得哇，好期待。可以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在开头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贝斯特别抓人，因为它像是一根定海神针一样，然后一开始就让我们全情投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他们3个人的分词的整个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丰富的。因为3个人的演唱，真的就让我们想到了那会儿，就是小虎队的老师们当时的那种分配的这种感觉。现场绝对是非常嗨翻的这样的一个舞台，非常喜欢，对，很厉害啊，椰子，厉害。刚刚其实，在舞台上看，我觉得虽然少了一些托马斯头转啊什么的，但是在告五人的这个境界里面，应该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然后贺野的话，我知道他本来跳舞就很好。贺野这个背带裤没有白穿，今天特别年轻人的那个感觉，非常爆棚的。对，别看他每次在《天赐的声音》都是站着唱，下一次《天赐的声音》下一期让他来个唱跳吧。今天看这一对组合的站位，就知道这个爱一定传得很远，因为一看就信号很好的样子。就感觉这个演播厅装不下这满满的爱。从第一声吉他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全场的观众，包括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即刻的进入到了那个很兴奋的、很期待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更加投入的到这一首歌他们的每一个表演，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舞台。谢谢你们。告五人首先是我非常喜欢的乐团，我女儿比我还喜欢，每天在家张嘴就是我真的爱你，唱得我好暖。然后贺野是我们从最早期的很多年前认识，刚刚出道的时候，我看他只有一个表情就是紧张，现在如此的松弛的能站在台上表演自己喜欢的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让我非常非常骄傲的我们东北的老乡啊。我就是有一个好奇，我不知道贺野为什么这首歌是你心目中一直笃定非常想要改编的曲目，因为30多年前有你吗？没有啊，先有的这歌。其实我想一首歌，还是首先会想到自己会改成什么样子。明白。但这首歌我觉得怎么改好像都挺成立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好的音乐真的不分先后，不分时间的长短，用心做音乐，无论在什么时候最重要。然后传递爱啊。谢谢薛志文。今天我觉得这个作品整体来讲的话，不会让我们跳戏，还是整个在这个状态当中去。然后今天贺野的整个那个感觉让我觉得特别开心，非常的投入哈。而且今天整个这个舞台，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些用心的地方，包括在舞台的动作的一些设计，还是挺复古的，很有之前的那样的状态。总之，我还是挺喜欢这个舞台的，谢谢你们。稍微提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在改编这样的曲子的时候，然后要往这个方向改的话，尤其是在乐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哲谦你的鼓可以换一个思路，我们可以把这个歌编得更重一点。在现在这个下面，就是有一些段落听起来会稍微有一点乱，
但是我觉得去改编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可以做得更极致，就是极致的东西可能在舞台上会更有感染力一点。因为确实我们今天是一个很难的一道选题，因为要把34年前的经典的歌曲再做一次二创，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记忆非常深刻了，甚至像烙铁一样烙在你心里，它就应该是那样。但是为什么在天赐的舞台上愿意去尝试不断的改变？经典，它生于那个年代，但它不仅于那个年代。新的音乐人的加入之下，它会焕发出新的生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告五人，送给王鹤野。谢谢，有请4位落座。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组音乐合伙人，欢迎张靓颖、孟佳，加油！加油！加油！今天跟甄姐碰到的时候，我说我打电话跟我的妈妈说，我跟张靓颖一起唱歌了。要跟甄姐一起唱歌，有压力的同时又很有安全感。我们俩算是特别熟、特别好的那一种姐妹了。认识这么多年，没有想到这才是我们的第一次舞台上的合作表演。虽然说他的歌词走向其实整体是有一点情感方面的，但他整一首歌，他最重要的就是 Baby just take it easy， 就是那种轻轻松松的啦，不要太在意啦那种感觉。对，就是那个状态，我觉得适合我们俩，因为我们有时候闲聊的时候也会聊到一些工作压力啊什么的，我也会跟他讲，哎呀，这个没有关系呀。没关系，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种好朋友之间的互相陪伴，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会尽力的、尽心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如果不能及时给他好的心情，最起码陪他度过不好的心情。因为我来天赐每一次都是咔咔跳，所以这一次像不跳的唱歌，我们也是那种比较 chill， 就是两个朋友，就是姐妹之间的一些喝了下午茶开心的。对，有一种逛街逛着逛着蹦起来走的那种感觉就够了。哎，对。姐姐唱歌非常的厉害，所以我压力有点大。我是唱跳歌手嘛，唱跳歌手其实在唱的方面的话，它并不是我的强项。前面都还好，就我们两个高潮的那个部分听不太清楚，对不对？对，很偶尔，没关系的。再试一下，因为 R&B 太细腻了，我们这个练习的时间本来就比较紧迫嘛。虽然甄姐也跟我说，就是让我轻松去唱就好了，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没关系。但是我希望也可以给大家留下一个作品嘛。随手抓一朵云，为你下点及时雨，好想把你编剧，情节都像偶像剧。空气像青苹果，公车开满花朵，我亲爱的你应该怎么过？拉长整个夏天，给你轻薄的光线，可以陪你犹豫，但更爱替你高兴。怎会是你一个？至少还会有我。我亲爱的，还烦恼些什么？Baby, just take it easy, just take it easy， 真的真的没关系，输了这么一次，当成点运气。Baby, just take it easy, just take it easy， 真的真的没关系，其实你微笑时候最美丽。
光线，可以陪你犹豫，大概替你高兴。总会是你一个，至少还会有我。我亲爱的，还烦恼些什么？ Just take it easy, just take it easy， 真的没关系。输了这么一次，当存点运气。Baby, just take it easy, just take it easy， 真的没关系。其实你微笑时候最美丽。Just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真的没关系。输了这么一次，当成点运气。Oh baby, just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真的没关系。只是你微笑时候最美丽，最美丽。那 baby，just take it easy。Just take it easy， 真的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最后都会来临，只要你相信。Baby，just take it easy，just take it easy， 真的没关系。只是你再少一个更美丽。没关系，很多事情不必太在意。好喜欢。唱完的人就是这样，放肆。第一次正式的合作，二位感觉如何啊？超开心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说，天赐每次来找我都是让我大跳特跳，我还就是跟珍姐询问了一下意见。对我当时一口答应，好，我们就唱跳。对，然后就变成今天这样了。然后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自己单独比较喜欢的，就是输了这么一次就当存点运气，就会想说自己可能在平时生活当中会输多一些，然后在真正很重要的事情上面赢的概率更多一点，这样子。就我想问一下亮颖，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对自己说，哎，没关系啊？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太容易觉得 OK 了，也不需要说没关系。这个过程不太好，我们就快速的进入到下一个过程，就不用去总结上一段回忆了。哦，太好了。这首歌是一个非常难的歌啊，非常难的编曲，而且两个人的和声设计的非常之巧妙，但是让他们唱的游刃有余，中间好像还有一些语气上的沟通。在音乐里，我觉得非常的沉浸，非常享受，完全感受不到这首歌的难度，很羡慕。谢谢贺野。其实 R&B 是很难唱的，很多 R&B 看似要很松弛，但是其实在节奏里面，其实像这首歌曲有很多的 swing 的节奏，它有很多的切分点，他们唱的非常的自然，而且这种真闺蜜唱出来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感受他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舞台。然后又养眼，声音又好听，我非常羡慕这个不内耗组合的这种松弛感。珍姐，我因为她跟我妈闹过别扭。为啥？是很早之前的事情。我妈说你现在去写作业，我说那你能不能让我先给张靓颖投票？哇！是真的，是真的。然后我第一次
听到他现场，然后就觉得哇哦，就是这票我是没白投。投对了是的。谢谢谢谢，很开心。其实我觉得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传递情绪嘛。这首歌我觉得等到音源上线之后，一定会在大家可能有些焦虑、有些烦躁的时候，一听会随着2位的歌声，一切不开心的都没关系。谢谢。孟佳，其实我主要想说说你。我有一个建议，是我这是可能稍微有一点直接，但是我特别想提给你听。就是你有一个特别好的音色，但是我感觉在这些年，你一直缺乏在你声音上的训练。我第一次听你跟伏龙飞在这个舞台上唱《男孩别哭》的时候，那是我听过最好的孟佳在这个舞台上。但是4年过去了，今天我连稳定都听不到，我就有点遗憾。谢谢老师对我要求这么高。这个我要科普一下，就是唱跳歌手在唱的时候极其稳定，音准贼稳，但是在站桩的时候就是反过来的。哦，那这我就不懂了。哎，现在给你科普一下，老师，没事儿，你不懂我不怪你。哦，是这样是吧？不是你们得跳起来才能把自己唱准，因为我10几年来，就是从小16岁开始，我做的就是在唱跳这件事，所以当我静下来的时候，我会手足无措。对，所以我就会紧张，然后声音就会抖，或者是气息会不稳。他这句话跟我说过，他反而唱跳，他会带动他的那个节奏。明白，就像我很早期的时候，我不背吉他就有点不知道该咋办。对，是这样的，因为佳佳其实这一首歌里面，我们的和声其实一直在对调。我们在这个和声里面有3度、有8度，也有就是穿插的这些对佳佳来讲的话，她其实需要很大量的时间去记这一些细节。她有一个非常非常密密麻麻的本子，关于这首歌，就是这可能不是她平时唱跳的时候需要那么多细节，包括语气这一些。但在这首歌里面，真的我觉得她今天已经非常棒了，谢谢。我也觉得。好，谢谢。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下一组竞演音乐合伙人，欢迎张碧晨、黄子弘凡，加油！哎呀，碧晨姐，我这几天太拼了，太辛苦，工作连轴转，再加上现在大热天的，我的这个精力属于是嗖的一下就耗尽了。我懂，这种时候就要靠它。东阳光真草原纯粹含片，小小一片蕴含了7倍虫草精华，100%冬虫夏草提取，既安心又方便。我现在出门工作都是随身携带，随时来一颗滋养，轻轻松松，感受营养，慢慢滋养身体。以后啊，我也得在包里备着，可不能再被工作折腾的宕机了。是的，我们上一期拿了金曲，再继续把这个好运趁热打铁，继续再来一首不一样感觉、不一样的歌。所以说有了这次这首《天另一侧》。我觉得《天另一侧》它的氛围比较悲凉，可能是相隔2个时空，2个人可能没有任何的希望再一次见面，没有任何的可能的这种状态，我会觉得是一个意义的非常彻底的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确实相比于我们唱正常流行歌的话，把它要想象的更民族风一点。里边它的长音跟那些尾调有点像那种蒙古长调。这首歌的唱腔跟唱法，它需要比较亮、比较偏民族的风格一点这样的嗓音去唱。对碧晨姐她的音色来说，比较少听到的。同时它里面的小的一些弯音跟转音的话，它也不是属于非常常规的流行音乐的那种范围内，所以说是一次很新鲜的尝试跟挑战吧。我应该入行这么多年，我都没唱过这种歌。我以前唱的歌就有那种高音，它就碰一下，对，就过去了。它这个是一直在。对，如果你不挂住那个位置，在那儿有一点松懈，你就回不去那个位置。是的，就回不去了，就回不去了。它得一直挂在那儿。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黄子他好不容易从原来他那种美声的唱法调到现在这个通俗的流行的唱法上了，然后现在可能又要往回调，就很难。对，就这歌确实，如果是按照正常的咱们觉得柔一点的，风走了，雨停了，人散了，多推点气了。对，你这边风走了，雨停了，人散了，
就它那个了的那个味道，它得出来。对了，呀啦嗦，就是这种东西。主要是我那太高了。听不见了。对啊，就这么高。这也太高了，命唱掉半条。我原来唱歌从来不开嗓，为了这首歌特意练的美声的开嗓。这次对我们确实都是很有难度的，但是我们两个会很认真的对待这首歌，期待有一个很好的呈现。天生好水，敬天赐好声。天上的星河，地上的灯火，闪或不闪烁，都是你轮廓。风中的云朵，雨中的花朵，飘或不漂泊，都只是过客。风走了，雨停了，人散了。谁记得我？谁忘了我？谁爱过我？云散落，花飘落，泪滑落。你说爱我，却又放我天另一侧。的沼泽，回忆的长河，由我去跋涉，却将我吞没。拉住我，呼唤我，救救我，别让我跌入了山不色。花一落，梦一破，都错过。要什么求什么都不得。湍急的河，这孤舟要怎么胜过？云荒漠，要怎么能开出花朵？过路的人，在哪天可以再见呢？我要如何圆一个故事的残破？拉
好好听啊，好听，好听，好听。黄子终于没有骗我们啊，这歌是挺难唱的。大家知道吗？上一期金曲获得者，黄子弘凡、张碧晨。就是这样的，我俩因为梁蕊老师也说了嘛，就是你得极致啊，我俩是属于是那个极致的那种合作，要么前8期一点不合作，要么一合作就是说来连着合作，而且是2种比较有反差的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是我跟碧晨姐没有给大家来表演过的、接触过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嘛。同时呢，这首歌确实也是之前也是到处能听着，就是在那种很 BE 的一些 BGM 里面。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唱的歌其实都没有特别高的，这个歌其实它也不是高，它是多持续在高，它就那仨音一直唱。对，所以以前我比如说我唱歌之前我是不开嗓的，但这歌是一定要开好长时间。我刚刚听的时候，听到前面的时候就很鸡皮疙瘩了，因为真的很高。然后再听到后面，本来是手的那个鸡皮疙瘩一直在起来，然后我整个后面汗毛竖起，太厉害了。对，老实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黄子唱歌，然后可是刚刚他说话跟唱歌好像是2个人。他刚刚唱那个风走了的时候，我想到在山上那个养鸡啊，然后养鸟的奶奶，然后那个风啊，那个草原都跑出来的感觉，特别的舒服。对，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好的作品，谢谢老师们，谢谢。哦，我觉得他们慢慢出来那个升降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幅很美丽的画。好像这个古装片，然后男主角跟女主角2个人在那边，但是不是比武功，而是可能要一对情人、一对恋人要分开。我觉得这歌真不好唱，真难，然后听得我自己都一直捏着拳头这样子。但是你们完全能够驾驭这些状况，所以 respect。谢谢孙老师，谢谢。我觉得这首歌从黄子前面进唱的时候，其实大家能很清楚听到他人生里面所有的细节，然后到碧晨姐最后那个给我一个杀死世界的高音，就是到那个地方完成的有多好也。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有耳共听的了。对，谢谢元，谢谢。这首歌我觉得它跟以往的一些情歌的音色不太一样，所以我想听听看无伴奏的人声。拉住我，呼唤我，救救我，别让我。什么都不得。好难，因为它其实都在上面挂着。我想问一下洪凡，你对这首歌的一些副歌的处理，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唱的声音色这样？这首歌它原本的原唱它是有一点戏曲。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希望说能够有那种就是可能民族的对民族元素的感觉在里面，所以说唱法上的话，其实就接近他们那种声音的处理。哦 ，OK。其实黄子在这首歌上改变了很多，尤其是这个音色，我非常鼓励这种行为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歌手愿意去挑战自己的不舒适区，是一个很勇敢的事情。加油！谢谢梁老师，谢谢。好，再次把掌声送给黄子弘凡，送给张碧晨，谢谢二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A 竞赛单元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姚小棠、江浩南，加油！浩南是第一次来填词哦。对。欢迎我们的江浩南老师。嗨，大家好。
姜浩南，他是一个原创音乐人，对音乐特别负责任，有很多的歌也被大家熟知，被大家喜欢。没能接到你，也丢掉我自己退缩很像是你安抚我的神经，要怎样我才能和你般配？第一次来天赐，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压力的，因为距离上一次上舞台唱歌其实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其实一直都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写歌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次来到舞台是有很多期待，但是也有一点点陌生。这次我是听说跟姚老师合作呢，拿出了我特别满意的一首压箱底的作品，叫做《仙》。然后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我没有音乐灵感，然后生活状态相对低谷的时间段创作的。它不是具象的写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人，它写的是一个心境和状态。一边想要去放弃一些什么，想要去甘于平庸，另一方面又还是，想要去努力成为那个唯一，是有这种矛盾的心态。这一次这首歌原曲跟我们这次双人合作的编曲上，其实我觉得是蛮多改的。对，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原本录音室版的一些乐器做了删减，替换了一些音色更不一样的转音，在律动和力量感上会更强。好难唱，因为你高八度了。对啊，这首歌最大的难点在于副歌的转音，真的很难唱，然后很复杂。这首歌整个歌升高了3个半音，低音和高音的那些转变跨度是非常大的。那其实就是为了现场在每一段都会有新鲜感，会有更强的音乐性。现在的我接受一并有和解，不再匆忙去往幻想的世界。望眼欲穿自我复杂的一念，高楼地面与我仿若山水间。穿越时间，流水落叶里，停泊无言，随笔赠予后人的誓言。注意是你，注意时间，流入凡间背面，是不是就成了什么钱？血雨成仙。是天平各两边，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倾斜。同类之间才能相互被理解，那我甘心度过换一世特别。他人手跟你都全亏，放眼里面，殊不知思绪爆炸临界。是你终于归于时间，流入凡间背面，是不是就成了什么线？血雨成仙。体困于放眼思绪，却已抛向林间。何为千人自便，要望见一人在山间。少你处于世间，终会流入凡间背面。血雨成仙。
也要欢迎浩南第一次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哈。要擦一擦吗？哦，不用。我觉得就是第一次来天赐就紧张到流汗，表明了对这个节目极大的尊重。哎呀，低下来。没有，他这个很幽默，然后他也是一个很会写歌的一个音乐人，就经常写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东西。优秀的音乐人，对，创作人。哎，这首《仙儿》就是对他作词，词曲都是他。对，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刚刚说了，他是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哈，包括像这首《仙儿》，还有那首歌叫《褪黑素》。哎，这样子，我们让浩南清唱一段。过去过不去，在黑夜里，我好想好想你，没能接到你，也丢掉我自己啊。褪素很像是你，安抚我的神经，只是上了瘾，就不接受失去。你这个没有给我个3连转，我都觉得不适应。对，包括像《仙儿》里面，它也有这种一种符号。仙儿其实更难，更难，这首歌真的难吐了。哦，其实这首歌是在我没有音乐创作灵感，然后非常低谷的时候创作的。我如果写不出歌，或者说写的歌让我觉得没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的话，那我就会有一种自卑感和不自信感。然后那段时间就是非常否定自己。可能在这种痛苦挣扎中，又有一个声音，就是说你可能还是要拼命去努力。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写一个状态心境，可能是我唯一一首自己都不太能说清，它到底是写具体什么事情的一首。明白，那是你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呈现。是的。我刚刚一直在看里面的歌词，旁人笑我原地兜圈，困于屋檐里面，但是他的思考呢是无限的。感觉很像是穿梭在整个可能无法言语形容的地方，然后何为仙？人自边，遥望一见一人在山间，就是感觉很像以前爬山登到顶上的时候，看出去很宽阔很远的那种，克服了这个中间过程的困难，然后走到了山顶，这样子。谢谢，就感受到了当时创作的一个心情。是的。其实这个歌。浩南，尤其是那个水玉成仙，那个直接拉起来那个8度，就是我们俩刚才鸡皮疙瘩，我跟志文哥噔一下就醒了，就很好听，真的像一个仙儿，就特别精灵的那种感觉。这个舞台播出之后，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多人喜欢的。谢谢。浩南，你的这个副歌真的就像一个二胡一样的一种很流畅的一种拉扯感，其实很像弦乐那种。我是从小6岁开始学二胡，就是学民族音乐。对了，行家，一下就看出来了。对，确定就我就觉得这个音乐的底色和基因在里面。这个作品跟古风其实有一点 R&B 的东西，然后呢，同时也有很多长线条。就是这个歌曲其实有很大的弹性，然后难度是真的非常非常大。这首歌曲也没有转调，跟我们传统想的2个人合声，可能第2段要，在小唐的调里面去唱。我觉得小唐在里面点缀的非常好，非常棒。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小唐在发声上做了点调整，因为上一期这位黄老师给了小唐老师非常多的对建议。没有，黄子很好，对他私底下跟我说了很多他的这个想法。对，我觉得跟这歌有关系，因为这歌非常难唱，你又要转换音色，然后又要把这个转音唱明白，它就会有一点点困难，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至少我在这首歌里面听到小唐的另外一种音色，对，很好听。谢谢。咱们聊聊创作吧，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很少真的能跟这个唱作人面对面的交流。单纯从这个作品来看，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比较割裂。我到现在还在回味啊，你超强的这种舞台表现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之所以成为了我呢，是靠撑下去、豁出去。之前是一批单曲，现在是整张专辑。卖就是答案，要爽就要爽透。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超爽的计划？当然就是继续打破枷锁，带上这份酷爽，用更多音乐风格爽翻全场，酷爽舞台，一起加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很少真的能跟这个唱作人面对面的交流。单纯从这个作品来看，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比较割裂。我们在做的流行音乐，无论是你用3分钟的角度去欣赏一个作品，还是你今天在短视频时代用15秒钟的角度去欣赏一个作品，你总要找到一个主旨。但是在我看到的这个作品里面，就是它的能让人抓住注意力的去思考的东西，可能只有那么1、2句。这个作品在我来看不够成熟，而且在跟小唐的合作的过程中，这首歌真的没有让小唐发挥出他唱歌的最优秀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我希望未来自己去做作品的时候，不要在这里面纠结转来转去。真正的优秀的东西，一定是聪明、灵光一现，背后能沉淀下来的东西。哎，我有话说。其实这首歌的调是我们商量很久才定的，因为本来就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它不像普通的情歌，比如说我们有女生视角、男生视角这样去分开去分调唱。小唐，其实我想跟你讲的是，这个歌其实它的核心不是一个中国风的歌曲。其实在这里面所有中国元素，它只是一个元素。它的底子还是西方的流行音乐。如果对于这个歌我提出一些意见来讲，就是浩南，你这里面的越是快的歌，我觉得律动应该丰富。而你去想一想，你在做这个里面那些律动，其实你是哒哒哒哒，就是它是一个很单调的律动。然后这种律动你听多了以后，会让人感觉到疲劳，然后会让人抓不住。其实这是这个歌里面的比较大的问题。明白，谢谢老师，我会回去好好消化一下。我插2句啊，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我觉得我的同行能站在舞台上，他不仅是能做，而且能唱，这个是特别让我羡慕的。所以我是个人非常喜欢你们俩的演绎啊，尤其是2个人的岁数又小，特别可爱，我特别心疼，特别棒。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建音团5位老师伤脑筋的时刻了。5组音乐合伙人要在此刻选择一首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谁吧？你看1、2、3、4、5啊。有请5位老师现场合议给予结果。DJ drop the beat。你觉得是哪个？我觉得肯定不是咱们。我觉得可能是碧晨他们的。我猜。我觉得也是。音乐购燃，自古要先开盖释放鲜活力，东阳光鲜虫草能量时刻，有请建音团为我们揭晓待定金曲。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是张靓颖、孟佳的《没关系》。恭喜靓颖，恭喜孟佳，本轮待定金曲已经产生，恭喜2位。Hello， 志文哥，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天赐最近是热歌不断，而且呢，粉丝呢也是在全网翻唱，给我们的节目组投稿。好的。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让我突然的升空，有急速落地。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阿卡贝拉版的。就是很有感觉，所以让我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了。我们相信每一种声音呢，都会是天赐先生。是的。接下来马上有请 B 组竞演第1组音乐合伙人王铮亮、孙耀威，加油！耀威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就长得又帅，唱歌也唱得好。
孙耀威是我从小时候到现在都不能磨灭的一个时代印记。只要提到孙耀威，就能回想起那个时候的香港跟大湾区的一个质感在那里。当年孙耀威在香港是有4小天王之称的，我特别喜欢就这种老派的这种港乐的唱法。咱们的天赐的声音的这个录到现在啊，对，没有一首粤语歌。那我们这不就机会来了吗？海阔天空，这就是历久常新的在我们的耳朵里面的一首歌。我觉得这个歌很厉害的，就是它的生命力是一直在复活的，沸腾。对，然后它的歌词，哎呀，每一句好像我都可以把自己带入进去。副歌第一句我特别有感触，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其实我是很摇滚的，我是不安于现状，我是不妥协的那种人。大家看到我很爱笑，其实我心里面是挺倔的。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其实有一次我在台北的一个餐厅，然后我碰到 Beyond 的成员，他们也知道我是一个歌手，他就邀请我过去，我跟着他们几个人在那边聊天。海阔天空这个歌是从这样开始的，在我的生命。对，你越听这个歌，然后你就越能感触到这个歌词里面所写的东西，哪怕你有各种的无奈，但是人生的路就照样走下去。因为我常常说，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一直走下去，享受你的人生 ，enjoy 每一个时刻，这样子。然后我又在想啊，这首歌我们怎么样去编配啊？我这样想的，比如说像前奏太经典的和一些尾奏啊，或者中间的一些melody 那些都是非常非常经典。我觉得是我想把它留住，而且我有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俩在舞台上有一种双钢琴的这种配置？可以啊，我们可以试一试。比如说我就很简单，我就只弹比如说啊，这个你看我这个音啊，我这样弹。听我，对，可以。前奏钢琴的这种旋律，几个音一出来，大家知道就是海阔天空，那个劲儿就要来了，就像敲钟声一样的，一开始就给你非常坚定的这种目标和力量，就让你往前冲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成就了这次的双钢琴的模式。然后除了我们唱，我们准备现场还有一个大招啊，留给大家，卖个关子，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與我可會變多少次？仍在冷眼與嘲笑，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一剎那烽火，若有疏失的感覺，不知不覺已平淡心裏愛。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懷着冷卻了
的心窝飄遠方，風雨裏追趕，霧裏分不清影蹤，天空海闊，你與我可會變？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仍然自由自我，永遠高唱愛歌，走遍千里。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背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文哥，这是你的对手啊，对手有40多个人。花了，我们为什么非要去当这个大结尾？好，我们全场掌声响起，送给我们身后的这20位合唱的朋友。他们都是来自大湾区，在杭州打拼的伙伴们。我们可以随机采访一下吗？啊，可以，可以哈，可以。这位吧，就近。你好，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我叫石之琪，但是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好，你跟我老公在那里。你老公怎么跑那儿去了？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因为我算是大湾区家属，他是香港人，然后我是杭州人，然后很巧的呢是他爸爸是香港人，他妈妈也是杭州人。所以我们2代人有着很深的纽带。他们都比较喜欢杭州的女生。对。喜欢杭州这个城市吗？喜欢啊，因为我老婆也在。好，这个男人3句话离不开老婆。来聊一聊今天这个唱歌的感受吧。哇，太棒了！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做餐饮创业的，就是我们在杭州有自己的一份小小的事业，对，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舞台，所以今天很激动、很开心，能见到2位这么优秀的老师和20位
合唱人员一起，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夜晚，对我们来说。谢谢。好，那我们再找一位，找这边吧。大家好，我叫 Max 陈汉忠，来自香港。我也是开一个小小的茶餐厅，还有大部分客人的话，就是知道我开了茶餐厅，都会特别过来找我聊天，就是分享一下大湾区的文化，还有听我说港普。听你说港普文化。对啊，因为我希望我开了个茶餐厅，不只就是一个餐厅，就是一个平台，可以除了带给一些很好吃的美食给不同客人，还可以加强两地的文化的一个桥梁。对，希望可以结合一般喜欢大湾区文化的朋友，提供一个小小的港湾。太好了，谢谢你，原来还有这样的愿景啊！也要谢谢我们其他每一位大湾区的朋友，谢谢你们。稍作休息哈。其实再过10天就是香港回归的纪念日了，所以今天以一首《海阔天空》在这个舞台上呈现，也特别的有纪念意义。因为我觉得粤语歌的时代其实黄金时代，很多人说过去了，其实并没有。对，所以我听到像鹤野一开始出道那首歌，我很开心。就是你们把这个广东的歌曲这个风气又带回来，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你，就是让我们广东歌可以再一次有生命力这样子。对。这首歌其实是连接我们港澳的和内地的这种纽带。我觉得好多朋友也许他不会唱粤语歌，甚至不会说粤语，但是他会唱《海阔天空》。其实我是95年的时候在打工，那个时候在背后给歌手办餐啊。当时呢就有很多大湾区来的朋友们，他们就会点 Beyond 的歌曲。那个时候呢，我呢就是听了一些粤语，然后但是前面的歌手他们不会唱，我就有点胆子特别大，我就说我就上去唱。所以我的第一次从一个乐手到一个歌手的变化的话，是因为在那个餐厅里面要唱 Beyond 的歌曲，所以 Beyond 的歌就是对我来说影响很深。这个歌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生命力，好像每个年代的人去听都会找到一些共鸣。那我自己的经历其实也是比较坎坷的，所以我觉得每一唱这个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歌好像是写我的故事这样子。大概10几年前吧，其实我离开了这个演艺圈，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没有路走了。所以才去做生意，然后把那个在演艺圈里面赚回来的一些钱，然后去投，开了2家音乐的一个酒吧餐厅这样子。因为我没有舞台了，我很想搞个餐厅我自己来唱。那其实我完全不懂做生意，没想到钱就很快就花光这样子。那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面，我看到很多的音乐节目，像《天赐的声音》这样子，其实我非常的很向往这样的舞台。但是没有人邀请我，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到一条很好的路，就是我就开始做直播，一个人买电脑回来，买摄像头，然后试各种的麦克风，然后我想做的就是，我希望我的歌声，想听我的歌的人还可以听到。原來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直播間就好像我自己搭建了一個小小的舞台，所以等了很多年，今天終於把那個小舞台唱到這裡來，我覺得很感謝我自己當年沒有放棄，這樣對。我記得我第一次做直播的時候，我自己心裡面很不踏實，我覺得會不會連直播都沒有太多人來看呢？因為我已經50歲的一個藝人了，這樣子，以前還是個偶像，我以前的粉絲全部都是媽媽了、爸爸了，這樣子。那沒想到我第一次去做直播的時候，同時在線有350萬人，我都嚇到了。然後那個彈幕在上面一直寫的就是劉冰怡，就是我演的戲的《烏龍闖情關》裡面的角色，就是劉冰怡，我們想念你，然後孫耀威你終於回來了，這樣子很多很多的。我一直在唱歌的時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動。今天在唱這個《海闊天空》的時候，其實我就握住我的心，我就說，
真实的，这是真实的。我来到这里，然后我唱到最后一句，就是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那个话可能就是我在直播间里面对从一开始就来支持我的粉丝也好，或者是一直这样陪着我奔波的我的老婆。但是我觉得哪怕只有我老婆跟我，觉得就已经很足够，因为我很享受在这个舞台。对，谢谢你。我和陈冰现在还是一直在蒙圈的状态。首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要选这组，然后在今年蛇年的春晚上，然后我专门为春晚改编了一组叫《弯曲越好》的这个节目。第一首歌开场的就是《海阔天空》，然后我在家里唱 demo 的时候，自己就无限的感动，深深的就被这首歌带入到当年所有的画面当中。然后今天看到小亮哥和耀威哥的呈现，又一次给我带回了我青春时候的所有的记忆。在校园里那时候无忧无虑、无所畏惧的那个时候的我，抱起吉他去演唱这首《海阔天空》那时候的日子，一下子全都穿越回去了。这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力量，尤其这一刻的这个《海阔天空》，尤其当年太多经典的港乐，给了我们留下太多难忘的回忆。所以说，再次感谢你们精彩的表演，特别特别感动。谢谢小丸。我今天是第一次听亮哥讲那一段故事，真的可以说是亮哥是心里很深处挖掘出来的一段回忆。然后刚刚琴声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感动了。所以今天这个舞台给到的温度、给到的温暖、给到的感动，然后听到熟悉的歌，就是会时不时的一股一股的那个眼泪就会往上冒的感觉，太棒了，非常喜欢，谢谢。那其实刚才听到的时候，我也就是很感动，眼眶也是湿了。我觉得可能我跟现场的很多观众一样，在这首歌诞生的年代，其实当时可能我们都并没有出生，但是我觉得并不妨碍我们受到这首歌的鼓舞，感受到这首歌中的力量。谢谢圆圆，谢谢。我相信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们都不知道 Beyond 有影响到我们多大。我们会因为 Beyond 去学习吉他，我们会因为海阔天空去学习钢琴，我们会因为唱这首歌而获到很多能量，然后就像是一个共同的血脉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一个人他不会唱这首歌。这首歌曲太经典了，是粤语流行音乐的巅峰之作，也可以说是我们全球华人的共同记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年代对香港文化的了解，都是通过粤语的音乐去了解。所以今天你们在舞台上这样的一个呈现，我觉得意义非凡，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二位在今天这个舞台给我们带来《海阔天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陈冰，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很高兴来到天赐的声音。志文哥 ，Hello 啊，冰冰，我们两个好久不见了，又见面了，对。然后我们今天一起合唱的这个《肩上蝶》是13年前的老歌，是的，您自己的歌，是的，是的。 《肩上蝶》这首歌呢，灵感来自于化蝶这样的故事，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首情歌。我认为这是两个不是很甘心的两个人，他宁愿化作一只蝴蝶，留在他的肩膀上，都不想跟他分开，是这样的一段情愫。所以说，其实他们两个是爱而不得。没想到13年之后还会为大家再次考古这个歌。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幸福，很幸福。对，那个13年前的时候，你在干啥呢？那个时候？哎呀，13年前刚刚出道嘛。对，
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出道的一天。因为我是从幕后出来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忙着适应出道的生活和日子，然后13年前我也结婚了，忙了一件大事儿。13年前就是12年，我大学刚刚毕业，记得成都有很多叫 live house， 我们那时候为了多挣点钱，我一晚上是跑6个吧，但是6个结束之后还不能回去，因为我们打车回去其实很贵，所以我们就会在路边坐着等其他人拼车。一下子回忆起这样的一个过往，我觉得对，它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经验，很多很多的历练，才有一个如今能绽放在舞台上的你。我觉得哎，真的好棒。陈冰她是一个唱得非常棒的一个女歌手，我觉得她对待音乐非常非常的认真，尤其是对待舞台表演上，她有很多很多别出心裁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到了这儿之后，两边这还得升一下哈。我的设计就是一开始2个人在2个空间里头，男孩在前头看着前方，但他回不了头；女孩在他的身后是能看到他的背影，但是够不着他，爱而不得。《天上蝶》这首歌呢，是我在13年前演唱的一首歌曲。我觉得13年后再演唱的话，我会把这首歌演绎得更加的深刻。陈冰是会这种剧情份啊，会整啊，冰冰。小福得真可爱呀，小福得。说到这个《天上蝶》呢，这首歌其实是咱们金志文12年的歌吧，应该没错吧？对，13年前的歌曲。最近这首歌好像又被考古出来了，然后又有很多的00后的年轻人喜欢，所以说这个突然间来的幸福真的是太幸福了。你们喜欢这首歌吗？那能说说为什么喜欢吗？这么直接，就只给就好听，这是最实在的回答，最实在的，但也是最高的褒奖。是。金志文老师啊，大家对他应该非常熟悉，但是我们帮各位一起来重温一下他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好不好？啊，自己来梳理一下的。行。然后欢快一下，我觉得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都会唱哈，都听过哈，都在合唱。再来一个，那咱就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哎，真棒，真棒。还有一首歌也是文哥的，是双眼皮跳跳，你们听过？那是双眼皮是得嘎，不是，那叫左眼皮跳跳啊，左眼皮跳跳。对。怪不得双眼皮得嘎。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左眼皮跳跳，那吉祥的预兆，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让我心情好。谢谢。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首先我觉得这个很哀怨，很悲伤，然后我在想，到底是这个世俗为什么就容不下你们了，就一定要变成蝴蝶？因为蝴蝶的生命好短。然后你们在唱的时候，除了唱得好之外，还有很多表演的部分，就是让我觉得，哎，真的是学到了。谢谢文琪，谢谢文琪。这首歌其实陪伴我很多年了。我以前上网的时候，我天天就是一天一天的听《天上蝶》，我发现有冰儿姐的舞台就有这种剧情的演绎啊，这个很有特点啊，这就像一个歌手嗓音的辨识度一样。现在冰儿姐的舞台也有了属于她的特点，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种音乐剧的感觉啊，恋恋不舍的那种拉扯感，我觉得很好看啊，很好看。谢谢何爷。是因为我确实我来排练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是给我讲戏，对，然后让我就真的就着这个情景能够很投入的去演唱。对，一开始文哥我给他设计让他站前头，我站他后头。一场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结果。然后其实我们在2个时空，男孩站在前头，他只能看向前方，他不能往回头看了。然后女孩站在后面，可能只能看到他的背影，但是触摸不到他。
然后我们再到两边，其实是回到了一个以前的比较快乐时光的回忆。在那个最回忆、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我愿意化蝶在你肩上落。这个其实是他一个美好的愿景，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对。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最难的地方是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技巧，然后但是呢又不能唱的让大家特别明显的听到这些技巧，得藏着。对，因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志文老师的就是演唱，然后我觉得就这么多年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非常高的水准，我觉得是非常棒。谢谢谢谢浩南，谢谢。我其实很喜欢你们那个时代的创作人，就是其实我们讲什么是华语的流行音乐，它有很多东西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意象。比如说在这个歌里面用到了一个意象叫做化蝶，把这个化蝶理解成一种奉献，然后把这种感情又融入到了流行音乐里面。我觉得这种创作其实是应该现在的年轻的创作人应该去学习的事情。就是你如何把一个意象理解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可以用一种全新的语言表达出来，它还是中国。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那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还有一些共性在，我觉得还是一个怀旧的一个舞台，所以我刚才写了点东西，然后做了一下总结。今天我们的5首老歌啊，爱是青春和勇敢的记忆。海阔天空种下的是梦想与情怀的种子，没关系是承蒙金曲的再发现，肩上蝶将国风爱情非常的具象和理想化，这个神偷是对时间变迁的一个深刻感悟。我觉得每一代音乐人都在用自己的音符来刻画一个时代，来刻画这个年代，然后并且把我们华语歌坛的这个光辉传奇能够一代一代的书写。我觉得在这儿我们要特别的致敬我们所有的华语音乐以及华语音乐流行的音乐人，感谢你们。谢谢，谢谢郝蕾老师的总结。再次把掌声先送给陈斌和金珠儿，感谢二位，请落座。好，接下来我们交给建音团5位老师现场合议，在我们的2组音乐合伙人之间选一首歌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刷新自己，要爽就爽透。接下来有请声音鉴赏团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待定金曲是。那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孫耀威、王铮亮，海闊天空。恭喜二位。让我们掌声欢迎盲盒歌手登场。最想要看到是你的微笑，在我的眼中你是最好，肉麻的调调你不会知道我爱的静悄悄。我该怎么往上聊，全都怪我太胆小，只会看着你傻笑，怎么办才好？可我真的没想到你把我拥入怀抱。变得好安静，只剩心跳的声音，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此刻你就是唯一。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不敢用你的呼吸，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不小心会惊醒。
声心跳的声音，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此刻你就是唯一，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不敢用力的呼吸，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不小心会惊醒。最想要看到是你的微笑，在我的眼中，你是最好。哇哦，这歌老火了吧？看这个老火，这歌我没听过的吗？跟我文哥的歌可能是差点。我听过。Hello， 大家好，我是唱完《静悄悄》就静悄悄的歌手陈炫孝，来自广东汕尾。欢迎陈炫孝啊！这首歌《静悄悄》，有多少人听过这个旋律？听过这首歌？我们鼓鼓掌。哦，这首歌果然蛮火的哈！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它的一个播放的数据有多少？应该有30-40个亿以上吧。哇，40个亿以上！太红了，老铁。因为我其实跟他是好友，然后对，然后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制作人，然后我时常看到他深夜发的朋友圈，就是啊，好还在这个制作这个音乐啊什么的，就特别的勤奋，特别热爱，很开心可以看到你来天赐的舞台，对，就像今天所有的一直在做音乐的，像大炫这样的音乐人，他在做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在全国的人口的这个基数上，30亿的播放量的话是听了2圈，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用心做音乐就是根本，也算是一个秘诀。因为我有很多的种子是在很多年前埋下的，到今天还有人还在喜欢，还在开花，对，还在开花。所以在你身上看到了我以前刚出道的时候的影子。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志文老师，谢谢志文。大轩老师，我刚才听你唱歌的时候，我知道你是个制作人，然后幕后有自己创作，所以我特别想分享我的一个经验给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啊。好，太好了。说话跟唱歌，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话的调子是很容易乱的。打比方说，世界突然好安静，在你表达它的时候，我觉得没事儿，但是你一唱的话，很可能就因为调子低的关系，世界突然觉得好安静，就很容易会推气，这是你不想的。但是，一旦你把所有字的调子都放在上方，就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你的位置就会稳定。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它整个位置就会比较好挂。你有空可以试试看。好，谢谢老师，谢谢，加油！所以我们不光提建议，还给解决方案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建议团老师每个人各有所长的点，非常的厉害和专业。好，也期待着天赐的舞台，我们再次看到大炫的时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合作的舞台，好吗？好，加油，大炫！好，期待下次见面。谢谢老师，谢谢。掌声送给大炫，拜拜。此刻邀请7组音乐合伙人共同上台见证推荐金曲的诞生。此刻我们即将来见证本期推荐金曲的诞生，有请建音团老师现场合议，给予本期推荐金曲的结果。精英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期的推荐金曲为《海阔天空》，王铮亮、孙耀威。恭喜王铮亮，恭喜孙耀威！欢迎来到东阳光先从党甄选时刻。本期我们已经达成了100分的能量累积，成功解锁公益拼图。现在有请金曲获得者为我们拼上最后一块拼图。非常感谢天赐音乐合伙人以及观众朋友们。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点亮了这块完整的公益拼图。请继续关注《天赐的声音》和东阳光鲜虫草官方账号，一起见证最后一期收官演唱会的惊喜舞台。每一份天赐先生都是一份滋养，一起期待梦想绽放的那一刻吧。再次感谢各位，也把这首歌《海阔天空》送给生活中每一个你。无论你在经历什么，请相信自己的明天一定会海阔天空。下期再见。今天又有很多新面孔哈，欢迎阿云嘎、刘禹锡、陈卓璇、李佳格、刘凤瑶、白小白，美声剧场版的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他说：“要不你弹个琴啊？挺临时的，完了就开始现把谱，现练。”